这畜生恶极了，竟将好好的物件糟蹋成这般模样。跟我闹绝世！你说，人若如此，会不会更厉害？畜生给口吃的就能安抚，忘掉从前。这人若是被欺辱得很，就只有血债血偿才能平复。也是，这人呢，比畜生难管多了。只有死了才安分。苏夫人可知，杀戮多了，必下地狱。是你念再多的经都没有用的。苏夫人，难道怕的不是下地狱，而是现在你怕那些冤魂来缠着你报复你？给我扒皮抽筋！我是摄政王的贵妾，你就不怕王爷找你麻烦吗？贵妾，一个连真名都不敢用的妾室而已。洞房替税在先，隐瞒真实身份在后，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他。今日他若在此，你死得更快。王爷，国公夫人一心要将主子置于死地。奴婢从国公府长大，那里吃人不吐骨头，求王爷救救主子！主子早料到这结果，离开前将这封信交给王爷。怎么，不替你主子求情？姑娘无依无靠，却对素未相识的奴婢有救命之恩。奴婢去国公府，等姑娘的尸体，等安葬好姑娘，便随她同去。王爷，夕颜半生飘零，回在王府这段时日，随心随愿。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终是无法得到王爷的真心。犹记河西初见，少年将军身着黑色铠甲，河西初见，回眸一瞥，着实惊艳了夕颜的一生。无论何时，王爷在夕颜的心中，都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冷面将军。夫人，奴婢会好好的伺候小姐。
抽到头皮，再让他断气。玉清，你的才智、容貌都在简儿之上，可惜呀，投错了胎。你若托生在我的腹中，那你比简儿更有成就。要恨就恨你的小娘，谁让她是一个卑贱的乡野医女？你当真要我死在这里吗？不，我还未给娘报完仇，没见到赵荣不能死。这里没有你的贵妾叶希颜，只有国公府庶女沈玉清。她是谁？本王亲自审问。阿纪，女人可以再找，但伤了国公府和太后的情分，就很难挽回了。摄政王府的后院，不需要国公夫人帮忙照顾。打开。冷面将军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本王要听实话。10年前，流寇廉颇河西数据，朝廷溃不成军，叶家满门被屠，娘亲将我藏在水缸之中，却不想还是被乱军给找到。我正要被割喉时，手持带火的箭矢从天而降。封大皇子裴寂为五品游击将军，亲率3万大军前往河西平灭贼寇。大灾之年，户部粮饷短缺，所需粮草望大皇子于当地自行筹措。陛下，河西流寇已居100万之众，六军被大肆掠夺，毁坏良田，兵部尚书30万精锐前去御敌，尚且溃败，臣无意鸟入樊笼，以卵击石。刁民流寇号称100万，不过乌合之众。兵部尚书败于轻敌，哀家看你已做充足准备，定能一举为朝廷除患。臣恳请陛下。乌江王愿意借兵，只有一个条件，让你母妃前去侍奉。你既不愿为国效力，那哀家也只能……臣遵旨。是王爷救了河西百姓，救了西颜，河西百姓都称呼你为冷面将军。后来西颜在自由区备受欺辱，全靠着将军的故事给撑了过来。
他们说，将军出征前穿的是银色的铠甲，经过了层层的鲜血，才变成了黑色。怎么刚好是3年前，沈玉清失踪，你去了梅香楼？再后来，人人称赞的冷面将军，成了人人敬畏的摄政王。杀人如麻，可是西安不信，西安只身上京，就只是想看看王爷，却不想差点丢了性命。幸得青梅姑娘相救，可是西安却生了大逆。西安想，我若是能像青梅姑娘一样，是不是就能被王爷看到，成为对王爷有用的人？王爷对西安可曾有过一念心动？王爷，国公府、何府上下都能证明他就是沈玉清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说他是沈清，杀无赦！师父，为何提及河西之战，就能让裴寂相信我就是叶夕颜呢？那是他此生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刻，是他登顶的起点，而你是见证人。所以，此计的关键是让裴寂勾起对太后的恨，和对一个家破人亡的弱女子的拯救。此计要在性命攸关的时候用，但那也会是你最脆弱的时候。他的拯救会让你心生依赖，但你要记住，无情最动人，永远不要爱上那个人。竟然想要我命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不行，不行，都是老子用命挣的，用命挣的。兔死狗烹，就怕下个死的人。破木猪也当宝贝，哼！看你们互相猜忌，自相残杀，也不枉我在这养雀院走这一遭。可惜没从他口中
问出苏夫人的把柄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模拟宝珠，地藏王菩萨的法器。很少会有人在家中供奉地藏王菩萨。国公府的佛堂就有一座。月染小姐，我们家主子要对付国公夫人。夫人，老身活了50多年了，还未见过鬼。你们一个个倒好，比我还见多识广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木笑五根野草表姐妻，于木怕孤魂野鬼。快把火！来人，快放箭！点火！放箭！装神弄鬼，是人是鬼都休想在我国公府作乱。于木善将我养大在庭院，于木笑五根野草表姐妻，于木怕孤魂野鬼滔天理。怎么办？点火！放箭！放箭！回头放箭！你不杀！快跟夫人回去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嫡母这副模样。姐姐，夕颜姑娘真的不是亲姐姐吗？她能在群倭宴压倒沈云锦，又能在养雀院全身而退。玉香，只要能帮我们扳倒嫡母，她是谁不重要。母亲，灵吉府鬼魂作祟，传得沸沸扬扬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这样子，哪还有半点王妃的做派？若不是你非要下作的和侍卫通奸，又怎会落得如此田地？现在是翻旧账的时候吗？你，我已下令封锁此事。只要不传到宫里，天下皆知，
那又如何？枉我为你费尽心机，竟半点比不上沈玉清。去抄100遍心经，好好再磨一磨你的性子。国公府的人在这讨论船上歌谣的人，怕是要传不到太后那儿去了。无妨，我自有办法让太后知道。参见太后。太医不说风寒吗？妹妹怎生这般憔悴？无妨，让姐姐费心了，别把病气过给你。病愈之后，臣妹入宫陪你闲话。哀家今日来还有一事，福儿无法养育在哀家膝下，也未见最后一面。坊间传言福儿怨恨难消，想必是怨恨我这个做母亲的。哀家今日来亲自看看。姐姐，这都是无稽之谈，不可信。姨母，妹妹死后，我与母亲便日日以泪洗面，这分明就是有人借福儿之死离间我们。你们如何对待福儿，哀家是看在眼中的。只是哀家夜夜难眠，须得看看是奸人作祟，还是福儿怨恨难消，也帮妹妹了了心事。搜，一个角落也别放过。回禀太后，全府上下均已搜完，没有任何发现。哀家听童谣传唱。烧香礼佛保住底，这是何意呀？虚言怎能当真？把佛龛打开。妹妹藏些经书做什么？福儿是臣妹亲自养大，以心血滋养栽培，怎能不懂？只能夜夜抄经，
一解四女之苦。福儿走得太过猝然，是哀家迷了心智啊。摄政王府贵妾叶希颜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放他进来。是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臣妾偶得国公府丢失的宝物，特来送还。我国公府未有遗失之物。地藏王菩萨左手的宝珠，怎的不见了？怪不得近来国公府总有冤魂不散的传闻。地藏王菩萨主管轮回之事，莫不是与此事有关？沈玉清，夫人没想到吧？李斯早就知晓了你的秘密，仿造了一个。不要哭，我们陪着你。你们豪横的心，夫儿是哀家怀胎10月，冒天下之大不韪所生。你们杀了他，还把他的魂魄镇于此处，让他无法转世投胎。太后失言，林继福乃是妹妹远房表亲的女儿，与太后有何关系？太后莫要因小失大。你敢威胁哀家？臣妹自知罪大恶极，但臣妹为太后奔走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再者，福儿是死于摄政王府之中，单凭我与锦儿，又如何掩盖？
刚才惹起事端的，可是裴寂的人。正是，姨母，这明显是有人做局。如今父亲的西府君借着我与裴寂联姻，俨然成事。您若舍了我们母女，岂不是等于舍了国公府，自断臂膀？真是我的好妹妹，好外甥女呀！起来吧，国公夫人，摄政王妃。你们母女巧舌如簧，想来早就盘算好了一切。接下来是何打算？臣妹有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。天干物燥，要小心失火。太后三思，这里面都是被苏夫人所害之人的冤魂，他们已经死得很惨了。说是再一把火烧了，多少冤魂将得不到安息啊！太后，我小娘的头面还在里面。她曾经给您唱过戏，您亲赐的她头面，可是后来父亲强纳她为妾，嫡母又诬陷她通奸，还有我那未满月的孩子苏夫人，又难身把她救。闭嘴！求太后三思，求太后何时是公道？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求太后太后，里面还有姬福妹妹。她说，她最恨圆圆，只因6、7冤家不想远嫁，却还得在人前欢笑，只敢在醉酒之后，拉着臣妾的手喃喃一语，说：“母亲，我听话，您别抛弃我好不好？”不要被奸人蛊惑，还愣着干嘛？把他抓进去！太后，闪开！闪开！太后，敢在国公府作乱，就趁着乱子把你一块烧死！闪开！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就要毁灭罪证吗？裴寂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冒犯哀家！按我朝律例，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太后难道要包庇胞妹吗？你来人，把苏夫人带走彻查。是。姨母，快救救我母亲！
非得把事情闹到这般田地，才肯说实话，晚了。王爷，她是我的母亲，您的岳母，也是有一品高明的国公夫人。锦儿，你是王妃，泰山压顶，不能失了王妃的仪态，做王妃该做的事。放开我，本夫人自己会走。把王妃带回王府。王爷，我们也该回府了。王爷棋高一招，先是借叶贵妾之手，将童谣传入了太后耳朵里，又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，既破了太后与国公府的关系，断了太后的臂膀，又俘获了美人心。他抵刀，我收鞘，棋逢对手而已。这是妾身做的紫苏引子和梅子糕，请王爷和先生品尝。王爷，美色误国，切莫贪恋。姑娘，您此致王爷会帮我们？太后和王爷共治天下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民无二主，国无二君，他们都想置对方于死地。裴寂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能够削弱太后势力的机会。可我不明白，王爷不是已纵容他们压下了林继福之死？那是因为林继福确实为沈元锦所杀，沈元锦是摄政王妃，又是昭儿的母亲。如今祸水引到苏夫人那边，摄政王府就能摘出去了。嫡母确实该被清理了。想来看笑话，未免也太早些了吧？苏夫人就这么自信，这次还能安然无恙？我上有太后胞姐，下有国公府，即便是定了罪，也不过是去佛庄或者是庄子上小住几日，风波一过，自会回来。
一出牢房，我定会结果了你。苏夫人说的没错，太后的确不打算追究林继父之死，还对外称她已经亲眼看过仵作验尸了。这些年，国公府冤死了多少亡魂？姨娘、庶子、庶女。马大人的幼子调任大理寺卿，马大人在朝中威望极高，还牵涉继位一事。太后呢，已将此事全权交于大理寺处，国公也与您撇清了关系。不可能！让你信口雌黄，撕了你的嘴！嫡母，我谋划了3年，为的就是今日啊！你果然是沈玉琴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谋害皇亲，也是死路一条。嫡母，你教过我的杀人诛心，要你命的另有其人。我只不过是来给你送壶酒。痛吗？痛就对了。你承受的不过是我和我小娘的1000万分之一。老爷，喝一杯。父亲，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如今事已至此，我只好借酒浇愁呗。父亲借着母亲的家族势力，从一个落魄世家子，到手握军权的国公，现在看母亲失了势，就要将她舍掉。我自己去求裴姬，求太后。愚蠢！你与裴姬夫妻多年，他什么心思，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就是想斩断我们国公府与太后之间的联系。只怪你母后自己做事情手脚不干净，留下了把柄。我们谁也救不了他。他做这些，都是为了你和太后。为了我，我做女儿的不能眼睁睁看着亲娘去死。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，我相信他会理解的。父亲，
您是什么意思？只有这最后一个法子了。母亲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怎么了？看来太后的人来过了呀。夫人此刻不能说话，这是要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我们国公府吗？父亲，我们买通狱卒，找个死囚犯代替母亲吧。你是不是傻？只有他死了，太后裴姬才能安心。不好了，国公夫人投怀自尽了。新姑娘，沈园锦最大的仰仗苏夫人已经倒了，太后也不会再管她。可您为何没有半分畅快啊？茫茫人海为一切，在几个短短去几个悲欢留恋。我妻儿，从今天起，你装哑，我装疯，只有这样，咱们娘俩才能活下去。青儿，青儿，再忍一忍，过了今夜，咱们娘仨离京城远远的，到边陲镇子开间小医馆，他们都死，
以后换不回我想的。心如月沉的人，这一梦清欢。王爷找我何事？昨日为何要救国公府的人？你与那些庶女，姨娘曾是旧识。臣妾身份卑贱，看着那些冤魂，不由得想到了过往，感同身受吧。这些证物，你替本王还回去。小娘的珍馐包。多谢王爷。谢我什么？谢王爷替大家做主。本王在大理寺查案时，也听了些故事。那个与你相似的沈玉清，和他小娘，在国公府格外受人欺凌。国公夫人对秦小娘轻则累行捶打，重则穷冬裸冻。林继福则是最喜虐待沈玉清，母女二人被折磨得一疯一痒。4年前，二人被关入养雀院，被鸟啄，被铁链穿破双掌，之后便杳无音讯。王爷同情他们吗？当年太后以母妃为要挟，逼我去河西平乱，本是死局。可我若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护住冷宫里的母妃。王爷，小太监得了太后的命令，欺他、辱他，将他死肢脱臼，看他趴下。之后每逢雨夜，母妃都寒气刺骨。你可知本王为何恨人欺骗？母妃素有心计，她最信任的嬷嬷告诉她我在河西战死，母妃心急复发，终是没有等到我回来，便撒手人寰。所以王爷回来以后便血洗后宫，从此成为人们口中那个
嗜血，残暴的舍着我。本王不是同情，而是懂。但本王也有拼死要护住的人，所以不管你是谁，到此为止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。之前在狱中验尸，还未见有色。不祥之兆，这是要乱呢。快走快走快走！姑娘，姑娘，这个巷尾人人都在传您就是那个妖女，国公这是要将您置于死地啊！怯什么？我不信，他没有听说您就是沈玉清的传言，好歹也要亲自验证是不是亲生父女啊！妇女。国公爷，这是外面。哎呦，外面才更好玩嘛！国公爷，来吧，国公爷，还有人呢。拿着，连衣服都拿不住啊！我用你有什么用啊？来人，把这个丫鬟给我拖出去罚卖了。国公爷，这是您的亲生女儿玉清啊！啊？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做父亲。王爷不想和国公撕破脸，姑娘，这次必定会更加危险。他有他要护的人，我有我要复的仇。终归不是一路人。叶贵妾，王爷派奴才来传话。恭喜叶贵妾升为侧妃，王爷请您戴好侧妃头面，去往正厅等候各方庆贺。王爷为何要在此时给他提位分，还大肆的宣扬？先生也觉得我是被妖女蛊惑，昏了头？国公手鼠两端，在王爷和太后两边拿好处，来扩大西府军。王爷此举无异于是与国公打擂台，逼着国公投向太后啊！不管我抬不抬叶侧妃，都拦不住他和太后谋损。本王还不至于把一个女人推出去做挡箭牌。您对叶侧妃已经动情，您想护她周全。王爷骗得过外人，骗不过自己。可是王爷，他对您有多少真心？王爷本可登基为帝，为了不起内乱，忍辱负重，维系平衡。但是这一步踏出去，王爷苦心经营的一切，都将被彻底打破。南星小美人儿。这几天，南星小美人儿可憋死一了。正是，你怎么是你啊？
你与我到媚香楼做什么？国公爷，奴家辛苦帮您谋划的妖女之事，这才迈出第一步，您就想抛弃奴家了吗？哎，爷是为了大局着想。爷保举奴家入青天剑，奴家在太后身边如履薄冰，为爷和西府君筹谋，爷都忘了。乖，别哭啊！再等等，如今静儿在王府的地位不保，此次定要压制裴寂的气焰，在朝中立威。待日后裴寂倒台了，但裴寂根本不信贵神，还要将叶希言抬为侧妃，更是要昭告天下要保他。单单凭一句谶语，如今我西府四兄弟都来吊唁夫人，所带兵马都驻扎在城外，如何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？只需要国公爷你死。哎，快说给我听听。妾身观天象，今夜必有不测风云。就不打扰您雅兴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别走啊！夫人，夫人。哎呀，南星小宝贝儿，你可终于来了。走。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夕颜今日的妆容，可是有何不妥？平日太过娇俏妩媚，总让本王觉得不真实。今日更像你自己。青天剑灵台始到，下官参见王爷。王爷，青天剑再三推测叶希言的生辰八字印合了天下大乱的谶语，
不宜升为侧妃。青天剑也批过本王命额，也是不祥之人，正好相配。王妃到。王爷要为了一个女人，置天下安危不顾吗？戏言何德何能，竟能左右天下之事？刺杀国公，祸乱天下。叶氏，你跪下！你可认得此人？未曾见过。这个呢？是我遗失之物。怎么刚好你遗失的东西在媚香楼继子南星身上？有人看见昨日你与他见面。我与南星都是媚香楼的姐妹，私下小聚乃是常事。大嫂死后，大哥有意保密行踪，甚少外出。刺客已经招供，你与南星串通，引国公到媚香楼，伺机伏杀。哼，南星那个贱人，早就收拾好金银细软，事发之后趁乱逃走。京城之内守卫森严，要不是你从中协调，他怎么可能人间蒸发？我欲刺杀国公，怎会蠢笨到落下如此多的破绽？今日是本王侧妃的封妃宴，诸位定有如此。王爷，叶夕颜害死我母亲，现又行刺我父亲，王爷还要维护他，半点夫妻情谊不顾，宠妾灭妻。王爷，幽王为哄褒姒，烽火戏诸侯，纣王听信妲己，残害忠良，玄宗专宠贵妃，引发兵变。王爷，您现在为了这个女人，要置国公府与我们西府均于不顾，他还不是妖孽？太后口谕，叶夕颜八字不详，还望王爷以江山社稷为重，莫要因为一个妖女危及前朝。幽王无道，纣王无德，玄宗无度，你们无能。妖女，你说什么？王爷，
启禀王爷，城外的西府军枕戈待旦，大有攻城之势。王爷，百姓聚于城府外，要您斩妖女平兵变。王爷，太后震怒，连夜召集众臣议事。即刻送叶侧妃出京。我不能走。叶希言，若你还想留在本王身边，待此事平息，我会接你入京。如今我代表的就是王爷，说是我走，王爷在和太后、国公的较量之中就落了下风，王爷在朝堂中的威信、权势，都将不复存在。你太小瞧本王了。西安本就不在王爷要护的人之中。西安一介继子，能做到侧妃以示姓氏，不能再牵累王爷娘。王爷，让开！我等生死追随王爷。王爷若执意如此，先踏过我等的尸体，请踏过我等尸体。沈元姐，失去母亲的感觉如何呀？你这辈子都别再想睡安稳觉。林继福和苏氏会一直缠着你。大哥，大哥，胡闹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兵谏摄政王？大哥，没事吧？大哥，不是我们有意冒犯王爷。实在是众将士怒火难平啊！是啊，王爷息怒，我媳妇刘毅一向是爱兵如子，他们得知老朽遇难，情急之下难免失了分寸。
大哥，妖女刺杀国公，按例当斩；妖女引发兵变，动摇国本，当诛。王爷，我等奉太后之命前来监督，此时3刻必须点火。武帝镇守边境，他一向嫉恶如仇，若是听闻此事，必定会带西府军直接入京，到时候任谁都拦不住的。哼！今日你们都在这儿，本王倒是要看看，你们谁敢兵变。夫人，国公和朝中重臣都来了，您可要把握好机会啊！放心，这一刻我等了3年。婶婶不看着侧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不知正廷商议的如何了？不管如何，时辰一到，必须放火。妾身是怕王爷报复，还是先确认的好？正是，你果然是叛徒。好在父亲早有准备。贱妇，放开我！不行，不能让沈远景带走正室。走。官爷，这个绳子把我肩膀都磨破了，可以稍微帮我移一下吗？我可是摄政王的侧妃，王爷本就舍不得我，带他出来，我让他把你杀了，为我陪葬。谅你也跑不了。叶夕，你的要命了！王爷紧张了。闭嘴！那王爷要护的人中，可多了戏眼一人。妖女的谶语和刺杀事件，都是国公为陷害叶侧妃所设下的阴谋。一派胡言！来人啊，把他给我拖出去杖辩！国公，刑部尚书还未说话，国公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？刺客是国公的人，我和南仙想活命，就只能为国公做事，且有冤难伸，还望王爷、将军
各位兄长明鉴。各位兄长，你们与我夫君是以命换命的兄弟，难道他的死，你们不觉得蹊跷吗？国公荒淫好色，想强占我，被夫君撞破，他竟亲手杀死了夫君，事后妄称是敌国奸细所为。他还以守灵之名，在夫君的灵堂前重视得手。正是你不守妇道，勾引的爷，还想入我国公府，强行狡辩。我好好的将军夫人不错，却以国公府做个屈死之鬼吗？大哥，国公还记得这把匕首？当年你就是用它杀死了我的夫君，至今它上面还沾有我夫君的血迹。这是父皇赐给国公的鱼城锦，竟用来做如此阿杂事。这些年惨遭国公迫害的，又何止我一人？各位兄长常年为国征战，又哪知家中女眷之苦？二哥家中无侍妾，三哥庶女宝珍，还有四哥的表妹，都惨遭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强害！大哥，何大哥，你这个疯妇，我早就应该将你杀死了。你以为妾不想死吗？妾早想一死了之，可妾不敢死，也不能死。妾死了，就没人能替夫君洗冤报仇；妾死了，你就更加猖狂至极，逍遥法外。王爷，这是这些年妾搜集的国公所有的罪证，只空想谎报军功，中饱私囊。王爷查一下西府军账目，便一清二楚。各位兄长，这些年处处被国公所蒙蔽，还请王爷、兄长替那些女子，替我夫君，替西府君做主。二弟，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胡言，快与我一同将他诛杀！媳妇六义本是同生共死，没想到你为了一己私欲，杀了六弟，奸母弟妹，更染指众兄弟女眷，你有何脸面配做大哥？畜生！呸！国公谋害朝廷大将，打入死牢，劫富正室，人辱深渊，无罪。各位上书可有异议？王爷，施法如山，我等心服口服。镇西将军聂弘听命。末将在。西府军不可一日无事，暂由你全权执掌西府军军政事务。末将领命，谢王爷明察。将国公打入天牢。
是。二弟，你不能这样！二弟，他这是要削弱我们新夫君的二弟啊！你别中他的奸计啊！这是活该呀！这水终于要遭报应了！这种畜生！被抓起来！住口！畜生！打死那个畜生！我看你们谁敢打我！谁敢打？谁敢打？二哥，六弟死不瞑目，这样也算是对六弟、六弟妹和我们亲眷的一个交代。父亲，这便不认得我了。那日我娘生生被你打致流产，嫡母给我灌了哑药，我和我小娘的性命，在你这儿，甚至还比不上你的一番雅兴。你是何人所生啊？姨娘。那个医女。小娘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姨母要将她打死，求爹爹救救她。那个荒野村妇能做我国公府的鬼，那是她的福气。滚！别在那打扰我的雅兴！你石玉清。国公这番险境，应该不止一次了吧？那年你落下山崖，如果我小娘没有救你，就不会被你奸污，就不会入国公府，就不会惨死。你早就该死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国公爷，一路走好。娘，我终于让罪魁祸首向您赎罪了。多谢夫人相助。当不起。若无夕颜姑娘，我也无法替夫君讨回公道。那日在佛堂，你让国公夫人原形毕露，也是给了我希望。妖女现世，天下大乱，这8个字，你让它出现在苏夫人的尸身上，也出现在国公自以为是的计谋中。哎，敢问官爷，请问一下，媚香楼怎么走啊？那边。哪边啊？是那边吗？那边。那边。我说了是那边。那就是左边。结束了。以后，夫人有何打算？遁入空门，青灯古佛，空度余生。未免有些凄冷了。不然，这些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畅快过。虽与夫君天人永隔，但他终能安息，我也心安了。你呢？我路上的风雨还未停。保重。等等。
虽挡不住我的风雨，但能为你避避寒。不好，酒都涂了，不知王爷可否指点一二？还是不肯说实话。恐怕这才是你接近本王的真正目的吧？你是最懂我的人，我的弱点、痛苦、欲望，都掌握在你的手里。我原是以你为鉴，可实际上，你才是我见之人。王爷想怎么处置些？处置？你处处算计，终是让本王爱上了你。我只想听实话。昭儿，慢点。哎，昭儿，小心别掉下去。我究竟是谁？王爷不是一清二楚吗？昭儿把沈渊锦当作亲生母亲，我绝不允许昭儿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叶邪，我不管你要做什么，都给我住手！山上师傅可厉害了，林师傅枪法一流，周师傅会耍大刀，还有法显师傅。母妃，你怎么又不理昭儿了？昭儿最想的还是母妃，母妃什么都依着昭儿，师傅们就不会。昭儿。母妃养你3年，也该到你报恩的时候了。我是疯了。
儿，你赢了。摄政王府的一应事务都由你来打理，昭儿也还给你。王爷并未责罚姐姐，你又何必如此？以往都是姐姐错了，余生都会青灯古佛，向你和秦小娘忏悔。只希望你看在我将昭儿视若亲生，抚养长大的份上，原谅姐姐。这是昭儿刚抱回府时穿的襁褓，那么小小的一个娃，哭声微弱，像个小猫。昭儿抓周时拿的是这把小木剑。昭儿刚学鲁班锁啊，总是打不开，气得他摔在地上，又捡起来慢慢学。我没兴趣帮别人养孩子。我知你恨我，但昭儿一直将我视为母妃。你杀了我，将来她知道了，又当如何看你？王妃要修身养性，还是不要再管此等俗事。小狮子，个咸菜！打你，打死你！住手！住手！坏人，就是你，害我母妃！打你！沈元吉，已经将昭儿养得如此娇带上本世子！你可以这样对别人，我就可以这样对你。我可是摄政王，我让他把你杀了！摄政王是吧？行，我让你看看摄政王有什么用。走。放开我！这孩子以后就跟着你们。他穿的衣服真好，卖了能换不少钱吧？我可是摄政王，我爹还是皇上呢，我爹还是宰相，不是太上皇。叶侧妃就是这么照顾昭儿的。王爷能护着小世子一辈子吗？本王的儿子，本王当然要护他一生。那王爷希望小世子过怎样的一生？是做个纨绔子弟，还是像您一样继续摄政天下？王爷应该也是担心小世子的吧，要不然也不会送他去山上习武，拘着他的性子。你如此为他忧虑，又是什么立场？王爷的孩子，就是臣妾的孩子。小世子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，臣妾也同样。
世子，没了王爷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这就是教主不玩死怪，伤害我母妃，还羞辱我。我没有你父王，我也能活得很好。他对昭儿的感情不思作为。去查一下，当年沈玉清为何被关在养雀园，又为何逃走。是。王爷一向不喜你纵容昭儿，估计也想趁机让昭儿吃点苦头。他倒是挺会拿捏这对父子。这些年，我宠着、惯着，反得不到裴寂一句好话。无妨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怎么不跑了？我可以让你也不依靠你的父王，活下去。逼到墙角，他们就只能一个个来打你。会防卫、会躲闪，比能打更重要。去找他们中最弱的，一招制敌。擒贼先擒王，未必要打，而是要审时度势。你敢打我兄弟！给你，哥哥，我能加入你们吗？你吃吧。也不是不行，你看着比他俩聪明多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。那给你，狗子哥以后罩你。
父王，我能把狗子哥带回府吗？我们是兄弟，昭儿不想看他们受苦了。可这世上有很多人跟他们一样，昭儿都要接他们回府吗？父王，昭儿以后要成为比父王还要厉害的人，让狗子哥他们都有饭吃，有家回。昭儿真棒，比父王厉害。奴婢来给世子换寝衣。我来吧。若姑娘和王爷、世子能一直如此，该多好啊！王爷对姑娘有情，姑娘为何不告诉王爷真相啊？皇上亲政在即，摄政王府看似花团锦簇，实则烈火烹油。我只想我的昭儿平安顺遂，不想让她卷入王府的这些斗争之中。王妃主动示弱，还主动让世子跟您培养感情，奴婢总觉得有些不安，不知她在谋划什么。不管她要干什么，我都要带昭儿走。怎么会？怎么会没有？怎么了？我记得昭儿的右肩有一个半寸月牙形的胎记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我担心，难道世子不是姑娘的孩子？姑娘，好一个母慈子孝的场面，可惜以后再也看不到了。昭儿是谁的孩子？是谁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是你的。我的孩子去哪儿了？沈玉清，你终于不装了。你当初生下那个孩儿，就和你跟你娘一样，命薄，抱回府里没2天就断气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肯定还活着。当初怕你生下的是女儿，我早在外面物色了好几个孩子。复仇多次，一场空。你知道你的孩子是怎么死的吗？
高烧不退，啼哭不停，后呕了一褥子屎尿，又脏又臭。本宫让人直接丢进帘子里，让野狗老鼠啃食干净。可你若不逃，你的小莲和你的孩子就不会死。闭嘴！世子，为何杀我母妃？一夜了，还不准备说吗？我知道你想杀了他，可你从不是莽撞之人。今日这般，究竟为何？新任3年，一点点接近裴寂，一步步除掉那些人，就是为了能安稳地把孩子带走。早知如此，一开始就该与沈元景同归于尽，和娘亲孩儿团聚。叶夕，你知道昭儿是我的底线，可你却当着她的面做出这等事，致使昭儿受尽高热，本王的耐心已经用尽了。那你就在这儿跪着，跪到想清楚，跪到愿意说为止。姑娘，姑娘，我们告诉王爷吧，沈元景杀了他亲生儿子，王爷一定不会饶了他的。不，质子无辜，这样王爷以后怎么对昭儿？我自己的仇，我要自己报。这就对了。天下熙熙攘攘，皆是历来历往。之前你们与他交好，亦是人之常情，本宫不会怪罪。今天我特意请了熟人，为大家跳舞助兴。
王爷，叶侍妾要刺杀臣妾，众贵女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您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来人，将叶希言流放塞北，此生不得回京。本宫早就教过你，皮肤撼动不了大树。你偏偏就是不听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拖你下地狱。本宫就拭目以待。姐妹一场，还有一句临别赠言，以防你死不瞑目。裴昭。就是你所生，你别想再骗我，昭儿根本就没有胎记。那块胎记就像你的眼睛一样盯着我，我看着就恶心。我就让人把那块胎记给烫掉了，那孩子就像你一样，竟是一点疤痕都未留。你和裴寂这对狗男女，唯一的用处，就是给我生下昭儿。沈元气，我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认不出，你根本就不配做母亲。沈玉清，你差点害我失去所有。我会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带走。走。我给王妃下了药，只有我能解，放我回去。杀了我，王妃也活不了。还想耍诈？告诉你，我可不是李斯那样的蠢货。看剑！叶侧妃多有得罪，我们奉王爷之命送您出京。他当真活了我？叶侧妃，请。不，我不能走，我要回去见王爷。王爷说过，此生不必再见。此生。太后已拟好了诏书，待裴寂一死，封小世子为一字并肩王，地位可与陛下比肩。王妃与世子去南方的富庶之地就藩，另赐丹书铁券，保你们世代勋贵。王妃
承诺太后之事。不瞒福公公，裴寂从不用我送的吃食。王妃这是要反悔？但她会吃昭儿送的东西。今夜我就送她去地府和那妖女团聚。好，摄政王长眠之日就是诏书昭告天下之时。王妃好谋算！沈玉清，他没死。沈元景，没想到吧？王爷说过，此生不必再见。王爷，沈元景是昭儿母妃，你怕伤害昭儿，不愿动她。可是沈元景，若是他真的顾念昭儿，他就不会在这个时候让昭儿下山，更不会将昭儿卷入这个纷争之中。沈元景要的从来都不是王妃的虚名，而是真正的权势。现在，只有昭儿才能给他权势。裴寂已经对他用情至此。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沈元景，我那天刺向你的刀上有毒。这是我自己从曼陀罗中提取来的花粉，和沈元景平时抹的药相冲，只要他抹上，毒素就会侵入他的体内。等太医发现时，就已经无力回天了。你这个贱婢！你让他把昭儿放了，我就把解药给你。裴寂，放杂家回宫，否则带着你儿子一起死！若想昭儿活着，药方给我，放我们离开。你留在府中，我进宫要人。不，我要带回昭儿。王爷，国公府众人对沈玉清4年前的事守口如瓶，属下只从小玉祥口中套出件事。4年前，沈玉清被选为陪嫁，跟着一起来了王府，但府中人却从未见过他。是你。备马，即刻进宫。是。太后懿旨，今日身体抱恙，王爷，请回吧。臣妾愿在此
跪答太后身体安康。太后，这叶希言真在外头跪了一夜，摄政王也陪了他一夜。不错，确是枚好棋子。召他进来。是。叶侧妃无需担忧，小事只由哀家的贴身嬷嬷照看。太后娘娘，这儿乃臣妾亲生骨肉，只要娘娘能够放过他，让臣妾做什么都可以。叶侧妃聪慧过人，岂会不知哀家想要什么？裴姬，取了他性命，哀家就让你带走孩子。沈元锦也可交由你处置。哀家等着叶侧妃的好消息。臣妾定不辱使命。王爷，太后说，只有你交出兵权，才能还昭儿平安。今日，我便把虎符交给你。我做这一切，只想护住我想护之人。裴姬，原是我从不知。姨母，希言终是外人，我才是您的至亲，您怎可以相信他？哀家只要结果，你能杀得了裴寂，你就是一字并肩王的母亲。你才是哀家的亲外甥女。哀家自然是最想扶持你的呀。既然你有这心，哀家也不妨告诉你，这西府军4将有意投诚，哀家也允了他们。事成后，封他们为异姓王。原来您早就……只是毕竟他们要面对的是裴寂，心中仍有犹疑。再者，3将军对你父亲当年欺辱他们家眷之事，仍郁愤难平。姨母，何意啊？伺候好他们，
把他们稳住。风来过不停地到身边。母亲这几日不是要在宫里陪姨母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害得我都没有看到七小节灯会。哎，小杰，慢点。那雨水如光温暖黑暗，茫茫人海为一牵绊，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环，不敢留恋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我小姐还等着呢。你是小姐的丫鬟，我是新来的侍卫，常毅。星辰在落山的岁月像无人。我自己做的。风来过不停留他身边，我看人海发烫是谁。来几度辗转，去几番回环，不敢留恋。为什么送给我？我心悦你，想求娶你。若是你愿意，我去求夫人给你赎身，往后我每个月的利钱都给你。我家在乡下还有10几亩良田，我。蠢货！你马上就要嫁给摄政王了，居然跟了个这么个东西！夫人，都是我的错，和远景无关。夫人，夫人，来人，把他给阉了！我不要，夫人，夫人！常毅，常毅！母亲，是我将他灌醉引诱的他，不关他的事。我也有我自己的感情，我不想当你们的联姻工具。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。你能放弃国公府的尊荣，能不要王妃的身份，去做一个侍卫的妻子吗？静儿，我带你走，去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我虽然给不了你现在生活，但我绝不会让你吃半分苦头。
要，这样你就可以陪我一起嫁到摄政王府，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。静儿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等昭儿当了一次并肩王，拿了丹书铁券，我们就带着他去江南。我们在那文章锦绣地，富贵温柔乡安享尊崇，再也不会竞争。这富贵现融入赡楼，各种人等似行尸走肉，似魑魅魍魉。我一人是人，我一人不是人。为什么你就是神不下？取了他性命，哀家就让你带走孩子。病刀如水，无言胜雪，先手破心肠。都是师父所教。在我面前，你不用做夜袭。我也不知我是叶袭，还是沈玉洁。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，说要我送给我心爱之人。
别碰我！我没有伤害你们的亲人，不是我的错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晴儿，是我，长意，是我。长意。我没用，没能力护住你。长意。不，这不是我。晴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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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说，晴儿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在乎。你还是我的长意，但我已不是你的巧儿了。裴寂欲派人将裴昭刺杀于太后寝宫，栽赃给太后，得到死讯，便以此为由起兵攻辩，篡位自立，并为安抚臣妾，封臣妾为摄政王妃，许日和皇后之位。裴寂罔顾人伦，臣妾不愿与之为伍。江山面前无父子，好个无毒不丈夫的摄政王！让沈元锦带着裴昭即刻离宫，密诏叶希言，想保住孩子，无论如何要让裴寂今日如常早朝。是。昭儿成功转移之前，太后定会想办法将你留在宫中。等昭儿成功转移之后，再诛杀我。昭儿若不能成功转移出去，太后便会豁出性命，与我在宣政殿鱼死网破。宫中禁军都在我手里，要死也是他死。所以，太后的谋算定不至此。我能在他的搓磨下活到现在，还做了摄政王，比你更了解他。他和苏夫人一样，毒辣却少谋。你不必多想，只管去救昭儿。你能担心我，就够了。王爷。沈元锦已带世子爷离开太后寝宫，我已派人跟着。事不宜迟，昭儿还在等你，去吧。太后若是知道重器，定会对你不利。若不上朝，太后生疑，昭儿就危险了。此刻局面于我，不及江城万分之一。事成之后，你们去别院暂避，等我接你们回家。裴寂，我和昭儿在别院等你。如王爷所料，前日吴前西府军乔半城客商已潜入京城，此时恐怕已埋伏在宫中。切记，
节制好经济，魏淑君，没有本王诏令，不可入宫。王爷此去凶险，还望三思。先生难道不懂，乱局需控制在宫内，速战速决。一旦蔓延，将覆水难收，各地豪强便会伺机而起，本王10年心血就功亏一篑了。王爷不愿山河再度破碎，苍生再度蒙难，可也不可不顾自身安危啊！此番若妻儿能平安无恙，已是本王大幸。素此生能遇王爷，吾之大幸。下水不可用温水热水，新鲜的血要用冷盐水才可。以后再也看不到我这副样子了。你不想我看，我便再也不看。长义，吴妃，怎么了？别急，陈玉清，我要用你们的血来祭奠长义。父王怎么了？不，这个妖女最是诡计多端，我不能让她这么轻易死。我要看着她死，我要看着她死。群臣何在啊？本王未召西府君入京，尔等所为，已属抗旨。好大的皇威呀！群臣已引至御花园看守，今日此处只恭候摄政王。太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就不怕天下大乱吗？乱！哀家与皇上就是要平乱。裴寂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没想到你的枕边人，你那最宠爱的继子，已把你企图造反之事密告给了哀家。那也要看看他们几个能不能拦得住本王。恐怕你还不知道吧？哀家已秘密放入西府军，你的人别想踏进大殿半步。皇上有旨，国贼裴寂欺凌君主，亵渎朝纲，祸乱天下。今诏忠勇之士，诛杀逆贼。
王妃，他们在上面。昭儿，青儿，好妹妹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让他们滚！你们退下。昭儿别怕，叶母妃，他才带了你几天，你就一口一个母妃，住手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我求你放过昭儿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皮肤撼树，树倒了，皮肤也会被压死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？姐姐不是也养过昭儿吗？姐姐养了昭儿3年，对昭儿肯定也是有感情的吧？我为什么要对你和裴寂的野种有感情？我养她，就是为了要当好摄政王妃。你知不知道我过得有多苦？礼仪规矩学不好，罚跪佛堂；琴棋书画学不好，罚跪佛堂。一言一行都要做好世家贵女的典范，半点都不能行差踏错。母亲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满意？我知道，姐姐的苦我都知道。你个淑女，你知道什么？母亲恨我不是儿子，父亲只在乎外面那些野女人，他们只是把我当做巩固权势的工具。我做的再好，都没人爱我。只有长衣，我的长衣。昭儿，一招制敌。不要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？你为什么不是我的孩子？我和长衣的孩子。长衣，我们一家3口也该团聚了。沈玉清，我不想你死了，死得太轻松，太容易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庆儿，一人。
慢点，世子。昭儿就拜托给程长史了。王妃此言何意？我虽然不知道王爷的计划是什么，但我不能置他于不顾。王妃的计划中本就没有王爷，现在这般，又是何意？我本就是王爷的剑，自当与他一起。娘亲。护你与小世子，想护着天下，独独没有他自己。这一对侍卫以死报效王爷，王妃带着他们，兴许能帮王爷杀出重围。裴姐，你个骗子，一定要等我！不！哭什么？好好看着，就是要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娘俩才能坐稳这江山。你就算出去，也活不了。我就没打算出去，你也休想。裴姐，裴姐，仙，裴姐，西府君已经败了，你快开门！别进来！王爷，出去！任何人不得入大殿一步。你要干什么？裴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有着百姓，还缺了爷。我要这官场正气人和。
统治天下，还言自尽！裴姬，你开门！裴姬，摄政王，你别杀我！你不是想要这江山吗？我让皇上下旨，把皇位禅让于你。我何时在乎这皇位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全都给你，全都给你。王妃，孩儿终于能给你报仇了。你不死，我妻儿就永远无法平安。皇兄，我。裴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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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医，快说太医！你为什么要孤身犯险？我们不是说好在别院等你来接我们回家的吗？原来你也有这么结切的事，为了我，你我皆是仇长客，你背负什么，我懂。对，日落时分，我时常在书阳窗口看你坐在满脱落的花树上，望着水榭出神。那时的你，有没有想过？想过。想如何利用我？之前是，后来就不是。什么上天？在你把小娘的城堡给我之后，对不起。3年前我就该来找你。那时的我也必定护得住你。是你救了我和朝，这一次
你赢了。下次我们不用再抽，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做的平凡夫妻。什么下次啊？来几度辗转，几几番回返，不敢留恋。遥望着遇上明月高悬，而我却陨落。下次我们不用再抽，不用再步步为营，只做的平凡夫妻。什么下次啊？下次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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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世间哪个女子不肖想王爷？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侍妾。你究竟是谁？意欲何为？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你对我动心的。
走到这儿。生黄芪半斤，生黄芪半斤，远志肉3两，远志肉3两，牛膝3两，牛膝3两，石斛1两，石斛1两。谢谢了，谢谢。天下皆知，善之为善，斯不善也；天下皆知，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娘亲，这是何意？这是告诉世人，不要对自己的善恶美丑的标准深信不疑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比方说，天下人都以为父亲是坏人，实则父亲是好人。对，来。嘿。你虽大难不死，但终是受了极为严重的伤，气血两亏，还需要好好休养才是。从前做皇子时，母妃问我此生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你可知我是怎么回答的？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师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敢肖想今日。有你，有昭儿，有现在的生活，我此生无憾。我亦是。